嗨，原来是老乡，还是大学的校友，居然不认识。像模像样的握过手，交换过手机的号码，他们就开始寒暄了。也就是3-4分钟，两个人却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那就分开吧，主要还是他不自在。他今天把自己拾掇得不错，又朴素又得体，可到底不自在。这样的酒会实在是太铺张太奢靡了，弄得他总像是在做梦。其实她是个灰姑娘，蹭饭来的。朋友说的也没错，蹭饭是假，蹭机会是真。蹭着蹭着遇上一个伯乐，或逮着一个大款，都是说不定的。这年头缺的可不就是机会吗？朋友们早就说了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最要紧的其实就是2件事：第一，抛头；第二，露面。机会又不是安装了 GPS 的远程导弹，哪能瞄准你的天灵盖？千万别把自己弄成本拉登。可饭也不好蹭呢，和做贼也没什么两样。这年头的人其实已经分出等级了，3-5个一群，5-6个一堆，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，哪一堆也没有他的份儿。硬凑是凑不上去的，偶尔也有人和他打个照面，都是统一的礼貌而有分寸的微笑。他只能仓促的微笑，但他的微笑永远都慢了半拍，刚刚笑起来，人家已经擦肩而过了。这一来，他的微笑就失去了对象，十分空洞地挂在脸上，一时半会儿还拿不下来。这感觉不好，很不好。他只好端着酒杯，茫然地微笑，心里头说：我日你爸爸的！手机却响了2下，只响了2下，他就把耳机送到耳边去了。没有找到工作或生活还没有着落的年轻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：接手机特别的快。手机的铃声就是他们的命。这里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幻觉，就好像每一个电话都隐藏着天大的机遇，不容疏忽，一疏忽就耽搁了。喂，他说，手机却没有回音。他欠下身，又追问了一遍：喂。手机慢腾腾地说：是我。你是谁呀？手机里的声音更慢了，说：贵人多忘事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抬起头，对，向左看，对卫生间的门口，离你8-9米的样子。他看见了，是他，几分钟之前刚认识的，他的校友兼老乡。这会儿他的校友兼老乡正歪在卫生间的门口，低着头，一手端着酒杯，一手拿着手机，挺幸福的，看上去像是心上人调情，是情到深处的样子。羡慕你啊，他说，毕业还不到1年半，你就混到这家公司里来了。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？金领丽人。对，说的就是你了。他笑起来，耷拉下眼皮，对着手机说：你进公司早，还要老兄多关照呢。手机笑了，说：我是来蹭饭的，你要多关照小弟才是。他一手握住手机，另一只手抱在了胸前，这是他最喜欢的动作，或者说造型。小臂托在双乳的下面，使他看上去又丰满又挑踏，是丽人的模样。他对手机说：我也是来蹭饭的。两个人都不说话了，差不多在同时抬起了脑袋，对视了，隔着8-9米的样子。他们的目光穿过了一大堆高级的或幸运的脑袋，彼此都在打量对方，开心了。他们不再寂寞，似乎也恢复自信。他微笑着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尖，有闲情了，说：酒挺好的，是吧？
他把目光放到窗外去，说：“我哪里懂酒，挑好看的喝呗。”怎么能挑好看的喝呢？他的口气显然是过来人了，托儿大了，慢悠悠地关照说：“什么颜色都得尝一尝，尝遍了再盯着一个牌子喝。放开来啊，放开来，有大哥呢。”随即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手机就别挂了，听见没有？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和大哥聊聊天嘛。”“为什么不能挂？”“傻呀，”他说，“挂了机你和谁说话？谁会理你啊？多伤自尊呢！就这么打着，这样才能挽救我们俩的虚荣心。我们也在日理万机呢。你知道什么叫日理万机？记住了，就是有人陪你说废话。”他歪着脑袋在听，换了一杯酒，款款地往远处去，满脸是含蓄的忙里偷闲的微笑。他现在的微笑有对象了，不在这里，在千里之外。酒会的光线多好，音乐多好，酒当然就更好了。可他就是不能安心的喝，也没法和别人打招呼。忙啊！他不停地点头，偶尔抿一口，脸上的笑容抒情了。他坚信自己的微笑千娇百媚。日你爸爸的！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哪儿的话，我要谢谢你。还是走吧，冒牌货。他开开心心地说。不能走，他说，多好的酒，又不花钱。3个小时之后，他们醒来了，酒也醒了，他们做了爱，然后小睡了一会儿。他的被窝和身体都有一股气味，混杂在酒精和精液的气息里，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不好，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类。显然，无论是被窝还是身体，他都不常洗，但是他的体温却动人，热烈、蓬勃，近乎烫，有强烈的散发性。因为有了体温的烘托，这气味又有了好的那一面。他抱紧了他，贴在了他的后背上，做了一个很深的深呼吸。他就是在这个时候醒来的，一醒来就转过了身，看着他，愣了一下，也就是目光愣了一下。在黑暗当中其实是不容易被察觉的，可还是没能逃出他的眼睛。认错人了吧？他笑着说。他笑笑，老老实实地说，认错人了。有女朋友吗？他问。没有，他说。有过？当然有过。你呢？他想了想，说，被人甩过一次，甩了别人2次，另外还有几次小打小闹。你呢？他坐起来，披好衣服，叹了一口气，说他干什么，都是无疾而终。2个人就这么闲聊着，他已经把灯打开了，日光灯的灯光颠了2下，一下子把他的卧室全照亮了。说卧室其实并不准确，他的衣物、箱子、书籍、碗筷和电脑都在里面。他的电脑真脏啊，比那只烟缸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眯上眼睛，粗粗地估算了一下，他的家比这里要多出2-3个平方。等他可以睁开眼的时候，他确信了，不是2-3个平方，而是4个平方。大学4年，他选修过这个，他的眼光早已经和图纸一样精确了。他突然觉得有些饿，在酒会上光顾了喝了，还没吃呢。他套上棉毛衫，说，出去吃点东西吧，我请客。他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却把棉被拉紧了，掖在了下巴的底下。再待一会儿吧，他说，再做一次吧。